本期视频您将看到详机 S9 ADS 和特斯拉 FSD 的辅助驾驶对决，谁面对路边违停卡住不走，谁差点蹭上宝马还被问候，以及谁让快车道遛弯的三轮车和三大妈硬控。上次我们试了特斯拉、小米和理想的智驾，有兄弟就问了，那华为呢？这不今儿就来了吗？详机 S9，能力有限，咱就主打听劝啊。ADS 和 FSD 可以说是相当有代表性了。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大家看一眼两车的版本号和相关设置啊。老规矩，咱们还是先走一段混乱的封闭道路。先看特斯拉，在这条混乱的封闭道路上它也是试图向右并线，按照交规走自己该走的车道，但尝试失败随后呢，开启老司机模式，直行车道丝滑右转，然后跨双黄线借道通过线宽门。美中不足的是通过的略有顿挫，停顿一下，但是顺利通过。之后呢，面对被占用的右转车道，再次借用直行道，全程非常流畅。再来看详机 S9， 它一开始也尝试并入右转车道，尝试失败之后，并没有像特斯拉那样及时放弃，而是见缝插针，非变不可。奈何障碍车实在是太多了，一顿蛇形走位，最终也右转成功了。接下来面对逆向线宽门，详机 S9 来了手感，比特斯拉通过的更加顺滑，有一个绕行的动作，成功了嘿。接下来面对右转车道被占用的难题，详机 S9 不出所料，一直试图并进去，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它竟然卡住了，不动了。之后我们选择人工接管。然后咱们抓紧第二轮，一段10公里左右的城市通勤道路，还是先看特斯拉啊。出发之后，第一个右转弯上了一点点小强度，有横穿自行车干扰。特斯拉并非完全静止停车等待而是带着很低的速度等自行车完全通过，再顺势提速这操作很拟人。之后特斯拉运气比较好，一路通畅。详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第一个右转之后遇上一大波车流，起初是一直尝试向左并线，但无奈车多没能成功。可与此同时，他也没能跟上前车，反倒是有些降低了通行效率。随后他开始左突右并，推测应该是在寻找通行效率更高的车道，而且在距离右转仅剩400米的地方，竟然还选择并入最左车道，然后在最后250米处开始连续变道，从最左跨到了最右，也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接下来的右转弯，两车表现相似，都是思索片刻，然后避开行人，成功右转。然后是一段直行道路，特斯拉表现的比较稳健选好一条车道一直走。详机这边又出了新的状况，先是被一辆没素质的三大妈cut in，甚至被逼停到了隔壁车道索性咱就换一个车道继续走不就得了结果人家偏不，竟然又掰回来继续尾随。三大妈的慢大家有目共睹，城市拥堵的功勋章得有他们的一半。2个红绿灯过去了，车速愣是没上30，往右也可以并，他就选择一直跟着慢车。好不容易上桥之后，详机打算超车，结果没有注意到后方迅速逼近并抽头的宝马5系，逼得我们赶紧人工介入。我后边不溜车，同时也收获了来自宝马的亲切问候。下边的考点是大型十字路口左转，两车都能够轻松顺滑通过。接下来轮到特斯拉卡 bug 了，虽然导航还在播报限速70限速监控限速70，但它的中控屏却把限速切换成了40这是为什么呢？回看素材不难推测，它应该是把4米限高牌误识别成了40限速牌这叫一个地道。继续前行不久，根据路边的限速牌又自行修改回来了。紧接着一辆面包车坏在了十字路口中央，造成了一些交通异常，特斯拉也顺势借道了一下对面的待转期，丝滑应对。通过十字路口之后，车速依然是提不起来，原来是有一辆三轮车在自家客厅遛弯呢还是地道。尽管右侧车道车流量并不算小，但特斯拉呢也能见缝插针，果断并线。接下来呢一路都比较顺利，大型十字路口可以轻松通过。之后对于车道的选择也能做到和驾驶员想法同步。这条车道偏慢其实左侧车道上坡往北3环方向。好了，走了，刚说话音没落，这也是一个时机可以往左并，超越前方慢车。好，又是话音未落再看详机 S9 这边一路比较顺利，既没有误识别限速，面对路中央的坏车也能同样丝滑通过。两车很快来到了地狱难度关卡西直门立交桥。咱们接着看详机 S9 出主路之后，面对3岔路，它有一点犹豫，也有一点画龙，但最后还是选择正确了。然后再下一个岔口，它还是稍有犹豫，但最后依然选择正确。它是选择正确，不过就是有点违绕。
只不过由于贴右侧护栏过近，我们出于不要出现车损的考虑，在想界 S9 自己调整方向盘的时候，胆小的选择了人工介入。下面来看特斯拉的表现啊，简单概括就是全程丝滑，无论是3岔路口还是2岔路口，它都能轻松搞定，不会出现犹豫和画龙。驾驶员也在车内啊反映体感舒适，非常的舒服啊，没有任何的顿挫感。最后一个难点是 U 型掉头弯，两车都能通过，想界还是有些犹豫。走啊！特斯拉就比较顺滑啊。但是掉头之后，两车都出现了压实线并线的情况，最后呢都能在较短的距离内连续并线到路边完成测试。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啊，特斯拉 FSD 这次表现得很棒，但 FSD 多次测下来啊，我觉得它很难评一个词语概括啊，就是割裂。它的优势是在较为混乱的情况下，对场景的理解很强，就比如开头的封闭路段。另外一个是啊，它的体感丝滑程度很棒，非常拟人。劣势呢就是对国内交通规则理解差。之前我们的测试中啊，多次出现违章、绿灯不走的情况啊，但这次还是真没出现。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时候会过度谨慎，尤其是面对行人的时候啊，前方的行人在没有意图穿行的情况下，他还是会不走。目前来看啊，它的长板很长啊，短板也很短。如果在之后的版本升级中，它能够快速补齐短板，那它会很强。然后咱们来说想界 S9啊，华为的 ADS 说是目前咱们能体验到的智驾当中能力最强的，应该是没毛病吧。各个方面比较均衡，但您也看到了，即便是最强，在细节方面它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和人家还有差距。所以啊，目前我们还是那句话，不用抗拒智驾，也不要神化智驾，适当开启，合理使用才是最合适的方法。好了，兄弟们，这里是老吴和老吕，下集咱们还是凡事特别多，不如飞个坡。下期见。